古代秀才的地位和待遇到底有多高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在古代的科举当中，一个童生考中了秀才，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虽然秀才离金榜题名还有很遥远的路，但是考中秀才也是一个誓死一生当中第一次可以亲身体验读书给自己带来的荣耀了。最早期的秀才，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优秀的人才，早在汉朝时就有了。一开始是靠郡守举荐，后来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则由九品中正官来鉴别。然而无论是郡守还是中正官，那都是高级官僚，能获得他们的青睐，不是有真本事，就是家里关系实在过硬，或者二者兼有之。这样的秀才能不让人尊敬吗？而到了唐朝，秀才成了科举里面的一科，而且是比较难的一科，仅次于进士。这个时期的秀才地位虽然不及最风光的进士，但是也是有官做的，所以非常实惠。但是到了宋明以后，这秀才就没啥意思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秀才只是基础操作，府试考过了就是秀才了，既没有功名也没有门路，只有个证而已。很多秀才考一辈子也考不上个举人，就只能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尽管秀才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朝代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享有许多平头百姓所没有的待遇。第一，没有功名的老百姓见了地方官是要磕头下跪，称呼县官为大老爷的，而秀才则可以不拜，他们自称生员，与知县谈话是有座位的。第二，在清朝的时候，读书人的屁股开始变得宝贵了，犯了罪不能轻易的打，而且一旦中了秀才有了功名，屁股更是动不得了，除非那个秀才犯了重大罪过，由知县向上级报告之后，才可以接受惩罚。第三，考中秀才以后，生活水平将得到很大改善，比如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之事，都要请秀才主持，这红包是少不了的。还有秀才可以不应劳役之征，每年还可以从官府获得一定的银两补贴，自己家的房屋也可以比普通农家的房屋高出3寸。而且在封建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除了要靠官府主持公道之外，还要靠地方的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人民内部的矛盾由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出面，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调解。在这种士绅自治的体制当中，秀才们自然成了绅士们的主力了，因为能考上举人的都去做官了，所以剩下的这群秀才基本上就成了当地的士绅了。这些秀才士绅们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当中，自然也会想到了种种好处，积累了人脉。由于秀才这2个字蕴含着丰富的可开发资源，许多尚未婚娶的新晋秀才就成了媒人眼中的香饽饽。而那些官宦人家富有家庭，也喜欢为家里的小姐物色一个秀才做新郎，哪怕这个秀才是穷光蛋也无所谓。很明显，大家都把秀才看成是一个潜力股，虽然现在股价很低，但是不排除以后一飞冲天的可能性啊！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